这里就是比故宫还要大将近5倍的清代皇家园林万园之园圆明园。它经历了6代帝王，用了150多年的时间才修建完成，号称是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巅峰之作。有人说，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从圆明园里面笑着走出来，因为可恶的欧洲英法联军1860年用了一把大火，在这里烧了3天3夜，将这座举世无双的中国园林付之一炬，掠走以及损失的文物多达150万件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圆明园的12兽首。这里的每一块残留的石头，每一块残留的遗迹，都承载着一段屈辱的历史，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。今天阿波就带你走进万园之园圆明园。这里呢，就是圆明园中12兽首曾经安放的地方——海晏堂，取和亲海晏之意，寓意天下太平。在几百年前，这里摆放了12只兽首人身的铜像，分别是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鸡、狗、猪、猴，并且按照中国12地支的顺序呈8字形摆放。每到一个时辰的时候，对应的生肖嘴里呢就会喷出水，用来报时。当时间达到午时的时候，12只兽首会同时喷水。只可惜1860年的英法联军，1900年的八国联军，让这些兽首流失到海外。如今我们已经找回了7个，没找回的还有鸡、狗、羊、龙、蛇。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们中国的12兽首一定还会相聚在我们中国。这里就是我们在课本当中经常能够见到的圆明园的大水法，也是现在圆明园里面的一个标志建筑。水法呢，其实就是喷泉，而大水法其实呢就是一个大的喷泉。从修复图中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，在破坏前的大水法呢，它是朝南的一个建筑，建筑形状呢像一个门洞，下面呢还有一个大的狮子头喷水，形成7层的水帘，中间呢是一只铜制的梅花鹿，而鹿角喷出8道水源，两侧呢还有10只猎狗喷水，形成了猎狗逐鹿。在大水法的前面呢，还有一个玉座和石雕屏风，是专供皇帝观赏喷泉的一个地方，名为观水法。当年乾隆皇帝呢，经常坐在对面的观水法玉座上观赏这一组喷泉美景。英国使臣马格尔尼、荷兰使臣德胜等也曾经呢在这里目睹过水法的奇观。据说呢，这处喷泉全部开启的时候，有如山洪爆发，壮观无比。这就是圆明园几百年前的样子，这就是圆明园现在的样子。看到这些，很多人可能都会忍不住去痛恨那些可恶的侵略者。就连法国作家雨果曾经都写文章说，有一天2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，一个强盗大肆掠劫，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。从他们的行为来看，胜利者也可能是强盗。一场对圆明园的空前洗劫开始了，2个征服者平分赃物，真是丰功伟绩，天赐横财。2个胜利者，一个装满了他们的口袋，另一个看见了就塞满了他们的箱子。然后他们手挽着手，哈哈大笑着从圆明园回到了欧洲。从这2个强盗的历史来看，在历史面前，这2个强盗，一个叫法国，一个叫英国。如今沉睡的东方巨龙已经觉醒，他一定会咆哮着带着这里的人民奋发图强，他一定会怒吼着带着我们赶走所有的侵略者，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点赞。关注阿波，带你走遍中国。